那就是西北的贾正鱼吗？到底是会长挖的人，水平确实不一样。一个人就压制住了那个丫头，确实厉害。这把手明明没碍事，啷个身体都麻木了？小丫头，可这本柳账的滋味不错吧？之气，奥妙就在于它包裹在手掌里气，像水流一样的气形成的冲击，也会像水流一样渗透体表，直接冲击体液和内脏，即使是铜墙铁壁也无法防御。怎么样，小丫头？等等，你先不要跟我说话，脑也都翻腾了。好了。不是，你这是啥过法？也太结实了吧！没办法立即致死，这就是本柳账唯一的缺点了。这种暗器就是你的后手吗？暗器？这可不是啥暗器，小丫头，这是捉龙坠。不对，这不是一念超王。一念超王做不出这么精密刁钻的攻击，这家伙会御物。少爷，他这使的什么鬼？这个叫做御物，使用者从很小的时候开始，就不断的将气通过秘法的方式喂养给同一个物品，最后他们就能操纵这个物品，使其成为武器。当然了，异命者也可以操纵物品，只不过其精度远不及御物，而且十分的消耗气。如果说异命者是在用很多的力气搬动一个物品的话，那御物者就相当是动动手指这么简单。在古代，有时御物者被一般人看到了能力，便会以讹传讹，他们也就有了一个别名——剑仙。小丫头，你真够缠人的，能跟我贾正宇坚持到现在，我还真是不舍得废了你。大叔，你也是够凶的，我也好久没遇到能让我头疼的对手了。只是头疼吗？说的好像你有啥手段对付我一样。也不是啥子手段，我来找张楚兰，柳岩那个家伙一定要让我穿上这个，说穿上屁股翘啥的，我也不懂。不过张楚兰既然喜欢，我就不想脱下来。不过大叔，你太凶了，穿上它我赢不了的。你的金光就已经散掉了，接下来没有护体金光，你可挨不住我的拳。有什么好笑的？脑袋被揍傻了？冯小姐，打来打去的，咱们也累，也浪费时间，不如我们打个赌。打赌？赌什么？啊！这次看你怎么破！冯小姐，你输了，那就够了。大叔，你是不晓得这玩意儿有多恐怖。要我习惯穿上它打架，估计要练好几年哦。你娃儿烦不烦？
对了，咱俩商量个事儿呗。说，你按的不错，咱俩加个微信，我给你推荐2个户。去死吧你！高跟鞋果然是恐怖级级别玩意。刚加入全新，送你们个见面礼。尼玛又来！哇！你们谁是这辈子不吃香的？哎呀！想抓我们没那么简单，我们今天一定要把张楚岚带走。土拨鼠，快去抢张楚岚！老婆，华姐救我！是谁在管我事？有球！哇！刘良，他们去过山丘那边了，把他们打下来！许三儿接到。你别乱扭啊！软的，什么超能力啊，还能爆炸？快走！徐三，徐三呀，中了我的刮骨刀，看你怎么办。没事吧？走开，一会儿会很危险的。
怜，不起眼是我特点。一颗石头镀层金也能够很耀眼。这就是刮骨刀啊！张楚岚，宝儿姐救我！撤！哇！能不能让我自己选条路？能不能系个安全带？也太草率了。好了，说了，戴安全带很重要。你是全系，我就要救你吗？你根本就不知道什么是全系。华姐，你来了。哦。不接我电话。宝儿姐，宝儿姐，我错了，宝儿姐，宝儿姐，宝儿姐，你不要杀我，宝儿姐！你也会这个，我也会，咱俩一家人，别打了。谁跟你一家人？我爷爷从小就教我这个，不是一家人怎么可能会？不信我给你看啊。你到底是什么人？为什么会龙虎山的金光咒？这个叫金光咒啊。还有，你爷爷是谁？让他和你一起到龙虎山请罪。小蛇说：“下手重了点吧，师爷不是叫咱们。”张楚岚，别起来了！爷爷，起来，接指令，调出体内金光，天地玄宗。天地玄宗。万气本根。万气本根。广修浩劫。
广修浩劫，广修浩劫，正义神通。来啊，打啊！废什么话？跟我打，你也配？你狂什么？以气化香。不管你爷爷是谁，都是龙虎山的叛徒。而那个杀掉十几名高手的异人，就是你的爷爷，张西林。在你心里，他是爱你疼你的爷爷，但在异人间，他是个背着10几条人命的恶棍。就算拼了命，你也就只有这点斤两。我不知道你爷爷是怎么偷学到金光咒的，不过我绝不允许你这种来路不明、又没有力量的人玷污天师府的山门。接下来，就让这个小师叔见识见识我的最强战力。对，就是这个。你上次在墓地对付傀儡时候用的就是这个。超越金光的力量，这个感觉难道是？这么多年，还是第一次对人使用，怎么可能？你的护体金光很厉害是吧？给你试试这个。果然是雷法。张楚岚会金刚咒也就算了，他居然会雷法。可他的雷法跟小师叔的不一样，白色更像老天师亲传的。不可能，小师叔是老天师的关门弟子，当然传给小师叔了。而且雷法不能偷学，你忘了？怎么样，小师叔，你的金光要撑不住了吧？认输吧！在众多弟子之中，只有少数强者被人称之为高功，而在这些高功里，也只有极少数人才能学到雷法。而且，就算他们再精进，也没有任何资格传授给别人。1000年以来，能够传授别人雷法，也只有天师府的天师一人。而且，雷法只会传授给最有可能继承天师之位的高功弟子。哎，那这就更不对了。如果他的爷爷是有可能继承天师之位的高功的话，我们怎么没听说过张西林到底是谁啊？给我！接下来我会把你的金光彻底击碎。小师叔，你会很没有面子哦。掌心雷诺。
难道那个他也能用？这家伙没想到雷法用的这么熟练。又是一样的地方。不对，黑色的气。宝儿姐，她的那个怎么那么早？别慌，姐找到你。那个啥子小师叔，打狗还要看主人。你再要继续，我就是你的对手。你才几斤几两，还敢跟我比？我的价值我自己说了算。站出来！我好话歹话都已经给你说尽了，今天你留也得留，不留也得留。小姐，大楼里闯进了一个奇怪的女人，谁都拦不住，马上要闯到会长办公室了。张楚岚，站住！那个，你们天下会太热情了，我有点受不了，我先走了。什么情况？你隔这么远怎么打的我？空间转移？没错，这就是我的异能。今天你要不打倒我，就别想走出天下会。龚小姐，别逼我出手啊！来啊！我不会再回来了！啊！你刚刚说什么？张楚岚在哪？不打了，不打了，太恐怖了！我不打了。怎么样了？被搞定了吗？他们两位胫骨有点移位，搬动的时候要注意。雅雅，你没有事吧？张楚岚，天生我材必有用。哎呀妈，我真的不是为了逃避跟村主任的女子处对象我才跑出来的。我知道你不就是想个儿媳妇吗？等我赢了比赛，城里大把漂亮的女子，你随便挑。哎，宝儿姐，这家伙我见过，就是那天冲你放谎话那个。居然能操控6把飞刀，比他哥哥贾正宇还要厉害呀！我也不是俺哥，没他那么爱说风头。9把，12把，简直是骇人听闻呐！真没想到，贾家村又出了一位能精通御武之术的天才呀！这么多人看着谁呀？我不好意思。这到底是他在比赛，还是他妈在比赛啊？啊，好，我爱你，我对了吧？我知道了。不打了！不是说一朱雀，胜者贾正亮。行了，我挂了啊。
这个潇潇修炼的是醒气，用特殊的方法调动先天之气，以哼哈二字为诀将气喷出。它可以把人的元神轰出体外，甚至可以让元神暂时消散。醒气的可怕之处在于，一旦挨实了，就会彻底丧失抵抗能力。那有没有什么防范的方法？醒气呢，不会毫无征兆的发动，看到对方蓄力，拉开距离就好。所以一定要盯紧对方发力的那一刻。倚青龙，胜者潇潇。这个白氏血你也要当心，它能吞灭别人的气，刚好克制你的金光咒。如果你要是遇上它呢，就用雷法速战速决吧。秉花路，胜者白氏血。这个王野道长平常看着这么懒散，没想到居然会亲自来打比赛。比赛没有年龄限制吗？小屁孩也能上场？啊？不是30岁以下就能参赛吗？这位小施主没有违反规定。你们两个先给我在这儿老实待着，等我收拾完他。才轮到你们。金猛选手看来要对诸葛白先下手了。金猛的异能就是力大无比，身体也如金钟罩一般。看金猛这健硕的身材，真替诸葛白担心呐。可诸葛白不也会奇门法术吗？他哥哥诸葛青的奇门法术可真是让我们大开眼界。看来还是诸葛白年纪太小，缺乏历练呢。哎，你别一直跑呀，平时学的倒是用出来呗。知道了。站住！这是你逼我的。八卦阵。这么小的阵图困得住我吗？我跟你拼了！小伙子，该你了。啊。不愧是武当，王爷这一掌刚猛淬炼，未来可期呀！金猛就这么倒下了，不显山露水，但仍能看出超凡的实力。胜者王爷。累死我了，这一个个的都这么拼呐！这王野道长不简单了。深山藏虎豹，田野埋麒麟，王野有点意思啊。亥对坤，酉对兑，卯对震。我怎么还在原地？这就是武侯奇门。他为什么每次都可以预知对手的攻击呢？不是没有这个可能。世间万物皆有规律，这个规律就是天道。
奇门是以空间和时间为切入点，破解天道的术数，寻找天道的漏洞，进而获得跟一般人不一样的信息。所以，这个就是诸葛青可以预知对手攻击的方法。大家一起站！如何？还想继续吗？不允许！秉烛劝阻，胜者诸葛青。哎，我看了一圈了，一个能打赢的都没有。老爷，你在干嘛？工作。不愧是人间楷模张灵玉，一招制胜。这强者的威严，这王者的实力，这热烈的掌声！承让。以玄武，胜者张灵玉。又送来一个，今天我可以还了。你是看不见我吗？四盘合合。哎，我说，陈道士，你的气也够我还的了，就当是给我加了盘菜。拿来吧！哎，冷静冷静！你行啊，你小子，赶紧把这破罩子给我解了。你都下来了，你行你上呗。交给你了，我歇会儿。二狗选手乘胜追击，我们看看这一拳能不能一招定胜负。来吧，风宝宝，让我看看你是什么颜色的漆，让我看看你到底是怎么样的人。怎么可能？无色之气，居然是无色之气！不打了，不打了，我输了，
出来，方爸爸，出来！打完收工。这姑娘怎么会是无色的气呢？竟然有这样的速度！唐文龙选手的变体毒杖也施展了出来。张楚岚想要再次近身攻击的话，一定会中毒的。张楚岚身边亮起了无数雷电弧，同时射向了唐文龙。唐文龙被这些电弧的雷声缠绕。所有电弧击中了唐文龙，他开始冒黑烟了。张楚岚竟然可以不近身远程操控这些电弧，难以置信！张楚岚选手简直是脱胎换骨了，瞬间就击败了唐文龙啊！唐文龙选手输在了轻敌啊，而张楚岚却做足了功课。冤冤相报何时了？粉了吗？不可能粉，他明明是个无耻之徒，他这……陆玲珑，老田啊，我考教你了，场上这个小姑娘是什么路数，什么门派，师承哪家？灵玉是我的关门弟子，她看上场上的小丫头，我都想重开山门了。别看见好苗子咱就眼馋。昨天我看见他，就发现了他的不寻常，这就派了下面人查了查，他可能是公司的临时工。临时工？临时工对哪儿德通来说，那是一个多么特殊的存在。七大区的临时工直接从属于大区负责人，游离于公司常规体系之外，是最不可控的一股力量。每个人都能力出众，身份隐秘，却都隐藏着巨大的秘密。不靠近就好老实吧。大元气单靠。这宝儿姐的绝招怎么这么多啊？宝宝，是时候传给你我的秘诀了。啊！对。
说了，没那么容易。每一种异能和招式都要经过自己独特的行气方式所成，就好比是程序，气是源代码。如果你不知道编程方式，你就根本得不到自己想要的程序。你要是真的想学远程攻击，我可以安排合适的人教你啊。不用了，我晓得毛病出在哪儿了，刚才的气放出的不够多而已。阿维斯巴斯。没事儿，我怎么一点感觉都没有啊？还是只打得反易拉罐哦。易拉罐？老天师，怎么回事？你把这个气啊当做黄金，两国交战就应该合理运用黄金。这丫头直接拿金砖拍对手，要是换做旁人，早就虚脱昏厥了。让你来尝尝这个。能会？他是发现行气的特点吗？越是金属效果越强，同时范围变小，越容易躲避。这个冯宝宝怎么能预测潇潇的全部动作？不是预测，他看穿了潇潇的每一次呼吸。就算潇潇想用假的呼吸动作来骗他也没有用的，因为这个醒气必须要用丹田来发力，喉头、胸腹、腰眼等处都会有细微的差别。哎，秦哥，如果你对上这个潇潇，肯定能轻松获胜吧？要用法术胜他不难，不过要在对阵的时候有着这份不动如山的专注，我做不到。再来！搞定。潇潇的元神飞散了，这记醒气硬是让冯宝宝给按回体内爆发了。一帮没轻没重的小鬼，还好有老夫在场。别急，等他实在不可解的时候再下去也不迟。老天师，你怎么看热闹不嫌事儿大呀？愣往回吸嘛，这丫头傻得真可爱，我倒要看看你这个气到底能吸多长。不行不行不行，我得下场了。别急，四盘合合阵。这是武侯家的四盘合合阵，这本是与人交手斗法中吸收对方和自己用功后飞散出的能量的阵法。问题是，怎么才能把飞散在场中的气给收回来？真是个会玩的姑娘啊！红宝宝，把你嘴里的吐给我！
从来就不会小瞧我的对手，所以王道长您也千万别小瞧我。确实，我的拳脚功夫不如您。不过王道长，您当真觉得凭仗着纯熟的太极功夫就能赢得了我吗？你会的可真多呀！庚子吞轮。哦，就知道没那么容易嘛，竟然完全扛不动，真是尴尬呀！砍字。怎么样了？这王道长我看着够呛啊，他一上来就强攻，跟他之前的比赛完全判若两人。他这么着急干嘛？哎呀！差点打到老天师啊！没关系，哎，老天师无所谓，比赛太精彩了。水汽能凝结成高速子弹，这诸葛家的武侯奇门着实厉害呀！这是把地盘八卦术发挥到了极致。卦象为水，五行属水，他这坎子一出啊，水弹就变成降雨了。那看来王爷要不了几招就得败下阵来。那可说不准。居然能挡住，那刚才为什么不挡？太极扬手。吞字土河车。流失。这个诸葛青也太厉害了吧！多谢你啊，诸葛青。要不是你手下留情，刚才那一击我已经废了。不用客气，咱们又不是生死相搏。不过啊，王道长，你是有多瞧不起我呀？啊？其实你也是个术士，对吧？他们怎么都不动了？真让人意外啊！术士就要顺势而为，诸葛青，我没有半点侮辱你的意思。这话我只说一次，回去吧，诸葛青。这对你来说是最好的结果。有结论了吗？王道长，我刚才给自己卜了一卦，居然只有4字的批语：飞蛾扑火。吞字土河车。吞字土河车。
行为却使用坤字法，居然也是我们用的法术，找不到任何破绽。李四，司令，训子，笑谈功德。看见了吧？用火来攻击树，不对，你说反而越长越密。不对，是用树来挡火。不对，不可能，这不是奇门法术。不可能，就算是再强的奇门使用者，也不可能不遵循生克之理。诸葛青，你觉得怎么样？就此打住吧。你不是看到自己的卦象了吗？王道长，或许我逃不过这一败的命运，或许这一败会击碎我所有的尊严，但有些事情对于一个术士来说比尊严更加重要，那就是真相。就算要败，我也一定要知道自己败给什么样的力量。是奇门显象心法，此心法的使用者感官会得到全面的提升，并且能看见常人所不能看见的事物本质。他们是在斗法，斗得旗鼓相当啊！旗鼓相当？你们别开玩笑了！哥在喷土位的统合车被其他位置的统合车压制了，正在离火位的试验居然被木系的法术克制了。奇门显象心法。哥，我求求你了，不要再继续了！你们的实力根本不在一个水平上，我不想看到你惨败的样子。来吧，王道长，让我看看你都做了什么。对字，黑琉璃。你到底干了什么？瞬移，这不是我姐的招吗？怎么诸葛青也会啊？这个是王道士用的，诸葛青被他控制了。磨蹭了那么久，你也该认输了吧？你相亲对象还等着你呢。我们就这么回去了。明明下一场就是跟那个冯宝宝上哥哥的账。如果你真那么想找冯宝宝算账，那干劲会更足才对。这两个家伙都够难缠的，不过还算不上没胜算。
宝姐，你真的能神不知鬼不觉，不动任何娄子？这类业务干多少回了，你就不用操心了。那你就受累，虽然有点不厚道，那就让王道长先来坑里待一段时间吧。包在我身上，咱们走吧。哎，你不看他们比赛了？他们谁赢了谁跟你打呀？他们谁赢了都可以，反正都打不过我。我要找王爷去了。确实，年纪也不小了，所有都听父母的，看上去不够威风帅气。但如果父母足够优秀的话，未尝不是一种省心的活法。毕竟他们所有能力都在你我之上，顺着他们的路走，又有什么不对呢？所以听伯母的话。至于冯宝宝那个家伙，我会替你收拾。冯小姐，我实在不想对你这样的女孩下重手。不过作为女孩来说，能把我伤到这个份上，已经很厉害了。下一场就是那个冯宝宝，我一定要亲自对上。我跟你说过，冯宝宝是我的猎物，别和我争。哎呦呵，这小姑娘太厉害了！我姐这是跟那个贾振亮杠上了，之前从来没有见她这么认真。了不起，冯小姐，3对3，我还是第一次用上全部12把飞刀。看来你是死活不打算听伯母的话回家了，是吧？刚才一直扯了些有的没的，怠慢了，对不起。我之前也有些怠慢，抱歉。拿着我的刀，还想伤我？沙叶，差不多都行了啊。你爸都发话了，赶紧认输吧。认输？说早了吧？爸，这次我不会听你的，我绝不认输。这场比赛简直是值回票价呀！全攻全守，毫无保留，真是酣畅淋漓呀！今天两个人有一种赌上一切都不想输给对方的感觉。看来，今天两个人不倒下一个，是不会结束的。沙叶，你看你爸都急成什么样了，认输吧。这是我的比赛，我说了算。继续。继续。把气脉放到这么大，应该在范围内能够更敏锐地感知飞刀的路径吧？那就来试一下，像包浆一样，在所有飞刀上裹上一层特殊的气，此时斩仙刀的摩擦力无限接近于0。接下来的招式可能不适合切磋使用。婆婆妈妈。沙叶，贾家的小子听话，你们都给我住手！我的车。哎，谢了，妹子，让我长了不少知识啊。
阿维斯巴斯。我去，这啥功夫啊？乱筋拓不管用，土火车也困不住，这倒霉玩意儿什么来头？这姐妹也太难缠了吧！钳子正一法，百花缭乱。差点不灵了！我可不会死，到你们不该下山。可惜了，师徒给我的就剩这么一个。长相。这下该可以了吧？